Hoàng Sa, Trường Sa in Vietnam. No no China。我在越南最美的海滨城市山海相依的岘港市旅行，一名素未谋生的越南女士来到我面前，说了上面那段话。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好一会儿我都反应不过来。在阿叔闯越南第41集，我将用30分钟和你分享这一次岘港旅行的奇遇记。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啊，特别酷热。原本想打着摩的的，后来想一想，还是坐汽车吧。现在要去一个叫武行山的地方啊。这是第一次打到女司机啊，越南女司机。哦，Many people say they are the first time to meet a girl driver. Yes. I like driving. Oh, you enjoy driving, huh? Yes, I can driving all day. Oh. How to say? What's this in Vietnamese? What is in Vietnamese? Cái gì? Cái gì? How to say? So delicious. So delicious. Vietnamese say quá ngon. Quá ngon. Yes, quá ngon. Quá ngon. Yeah. So interesting, so fun to learn Vietnamese. 咱们的司机聊了一下，像我去的这个地方大概是12公里，我大概要花36块钱啊。真正到他手的话，其实只有一半吧，因为这个 Grab 公司会抽掉33%，而且呢，除去邮费，到他手上呢，可能只有15到16块钱这样子。所以越南这些 Grab 哈抽成还挺高的33%，并且呢，咱们的司机告诉我们，他每个月大概除去邮费以及交给 Grab 公司的费用啊，他能挣3000来块钱左右啊，这也是岘港大多数普通人的月收入。Oh, so beautiful. Hi. Hello. Hello. Oh, cảm ơn. Yes. 我感觉这名女司机啊，就说话的话就很温柔啊。我不觉得不只是她，就是整个越南啊，大部分女孩说话都是那种，就是轻声细语的，听上去就特别温柔的。2万越南盾 ，It's for the cave。今天我们游览的五行山是越南第4大城市岘港，除了美西沙滩、山茶半岛之外，最著名的景点。它位于岘港市区东南处约8公里，是由5座石灰岩和大理石山丘组成的，紧邻南海的海岸。待会儿我们航拍就能看到这五行山它的这种奇特之处。它因为是由大理石构成，又称为 Marble Mountains。五行山有诸多的看点，包括水山、一些佛教寺庙，还有洞窟。这个水的话感觉湿漉漉的，上面一直在滴水。哇，这个墙面就很像我们广东这种梅雨天气啊，然后墙上全是流水的一个情况。这墙上有一些这种古代士绅的一个雕像，拿着火把，差点像下雨一样啊，一滴一滴豆大的雨滴落下。石灰岩或者说大理石，它的山体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内部藏有一些裂缝和孔缝，而且岘港又靠近南海，湿度极高，洞窟内温度呢比外面低，空气进入后遇冷，就会在岩壁上凝结成水珠，就像石头在流汗。哇，到这突然就豁然开朗，很开阔了。哇！你现场来看的话，那个感觉还挺震撼的。这还有中文叫天台界，它这个石头像那种一颗一颗锥形的直冲云霄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啊，岘港最吸引我的自然景观一定是这里。在这里就不像在城市旅游的感觉了，好像是去到这个很偏远的这种大自然里面的感觉。蹭一下解说，应该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士兵把这里作为一个地堡，作为革命的一个游击战的地方。can bring our wishes up to the heaven, up to the sky, and it will come true. But some people put upside down. Whenever I see 岩壁上刻着“英灵台”三字，它指的是牺牲的英雄忠烈之魂。就是因为这一个洞窟呢，在越南战争期间曾是越南军队的避难所、野战医院、游击队藏身处。那么人们后来刻上英灵台，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僧侣。对越南人来说，这里不仅是佛教圣地，也是民族抵抗和牺牲的象征。所以越南当地人来这里祭拜烧香，是为了表达对亡灵的尊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行山既是宗教圣地，也是革命的圣地。这个路全是像大雨淋过一样，明明它就在室内。观世音菩萨，哦，原来他们爬山了，可以从山上钻进来的。你看，爬到山顶的那个地方有个缺口。这个山的两侧还有很多的雕像啊，古代各路神仙啊。哇，我才注意到这一面墙的这种观世音的雕像啊。这种山洞，它的内部空间还挺奇特的，锥形的一个空间，就感觉里面也是壁立千仞的感觉。这里有个小水池，下面有莲花。这颗一颗的巨石啊，像是从地上拔地而起啊。又来到了一片特别哇，这些巨石啊，就感觉好像要掉下来的感觉。我们进来肯定知道这个景区开放是开放了哈，那么就意味着进来是安全的。但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时候，看着这一些锥形的向下垂掉的巨石啊，就不禁发问啊，怎么能确定这些石头不会掉下来砸到人呢？就会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啊。这些洞穴的话，五花八门的。宋帝王、楚江王。五行山大概是从17世纪开始成为佛教圣地。当时的越南末代皇朝阮朝皇帝跟当地的僧侣就在五行山修建寺庙、立佛像，比如我们待会儿看到的三台寺和灵应寺。我这个相机视角不够广啊，如果视角更广一点啊，或者你亲临其境的话，这里的话还是觉得有点震撼的。这石头如靴，这里还有蝙蝠哎，这是一个像玄奘的一个雕像啊。这个一线天的感觉。这是汉字。这种无论是它的历史价值还是它的自然价值都如此不错的地方，它的票价才2万越南盾，6块钱左右。哇，在国内这不得收70-80块钱至少。
下面就是地狱门了。地狱门，我们此刻走进的是五行山的阴府洞，它里面象征佛教的地狱，洞内幽暗，石壁湿润，通道蜿蜒，设有阴曹地府审判的雕像，18层地狱的场景，供人参观警示善恶。有点突然冷不丁的就出现这些怪物，就是这种小碎石路，还要弯腰才能通过。哦，这就走到头了，这里的味道很难闻。判官殿，这个秤上面两边分别是什么？后来我查了这2个越南语，它们分別是因和果，也就是佛教里面常說的因果。Lúc điên thì đi theo ông, đi theo ngày này để đi vào cõi âm. Cho nên âm 越南和中国一样也有12生肖，是吧？好嘞，现在开始爬山。这个张家界的百龙天梯啊，这里不用爬山，直接坐电梯上去的。哈，这里是买门票跟电梯票的，大概是55000越南盾。而这里的话就是买登山票的，不坐电梯，4万的爬山票，说是5分钟就能爬到顶了。还是要爬山啊，因为一路爬山也有好些东西可以看。叫灵印门，像五行山也叫灵印山。远处就是岘港的公寓楼啊，哇，在这就能看到海了。岘港它的城区就是沿着海岸线分布的，所以很多地方登高往往就能看到海。这个让我想到在顺化那边的建中殿啊，它也是用类似于这种材料装饰它的外墙面的。大雄宝殿，佛国真辉。哎呦，这棵龙盘的树。有为方便度众生，智慧无生归妙法。佛日真辉法轮常转，多宝佛塔。这就是电梯上来的出口啊！我走了好像很快就到电梯出口了。面朝大好，背靠青山啊，说的就是五行山吧。Hả? Hoàng Sa, Trường Sa, Suối bên nào? Cho đẹp, cho nhìn đi, mày không nói đâu, ôi hê. Hông Sa. Hoàng Sa, Hoàng Sa, Trường Sa, Hoàng Sa, Trường Sa in Việt Nam. No in no China. 这个小插曲我印象挺深刻的，当时我拿着相机在自拍，说着普通话，然后这名女士带着5、6名小孩吧，她察觉到我说中文，大概了解到我是中国人，她来到我的跟前，就给我出示，她说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是属于越南的，不属于中国。我当时还没太反应过来，因为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它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跟越南的叫法不一样。这是越南和中国的争议海岛。从这个小插曲也能看到越南国内媒体对于政治的一些宣传。这个就跟参观的洞穴的外面吧，因为这个石头的形状和里面看到的很相似。这样我们就爬到那个洞穴的山顶上。这个洞好漂亮啊，就是它外面跟里面啊，外面是一片金黄的，然后里面就是那个暗调的，就对比之下特别有意思。直到那名越南女士离开，她好像在最后跟我说了一声再见。
洞啊，这里很滑。我天啊，这里面黑森森的，蝙蝠的叫声。哦，这里黑黝黝的。Okay. How do you know this? I saw people go there. Oh, okay. And I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They left me. Oh, let's go. Here. Oh, thank you. I don't see anything but the trees. 哎呀，哦。Yeah. 这个地方应该是超捷径上山顶吧。哦，爬到山顶了。哦，原来在这里可以俯瞰海洋。Sorry。 I got a picture. I was on the other side too, but it's steeper over there. 哦。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候，岘港显得挺美的。这是一次挺难忘的回忆啊！如果没有那个小姐姐的话，我估计也不会从那个井口爬上来，因为她说她不敢一个人爬，那我就说我们一起吧。所以这座山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有很多小洞。在山顶能听到各国的语言。看这个海边度假公寓啊。大部分人是从这个石头路爬上来的，我们是钻洞钻上来的。看，这些都是很滑的石头路。这里有一座庙，你看这些寺庙也是，这寺庙也是用中文写着三台寺。看一下这个寺庙，在山腰的地方。佛日增辉三台寺。五台山是值得来的，这里有风光，也有这种历史啊、宗教的一个熏陶。山上寺庙林立的感觉，大方。这有个亭子，应该观景视野很不错。还是望江台。其实五行山是紧挨着海岸线的，在山上看到的是海，那为什么叫望江台呢？后来我了解到，这里有一条古歌河，带我们航拍就能看到。它就往前流呢，就跟另一条支流汇成了我们在前面影片介绍的汉江。这是岘港一条非常美丽的，模糊了。这石碑上有中文，好像还有越南语。
像这一座山呢，航拍能看到，它就是一个山，里面有个凹槽，这些寺庙呢就藏在凹槽里面，就是所以显得寺庙就四面环山的感觉。OK， 下山了，看我们都走的是什么野路子呀？正经上山是从这里走的，不过刚好我们就没走回头路。现在是下午5点钟左右啊。这个爬山就没那么热了，像我3点多爬的就比较热。下山来一瓶饮料。还有一个黑色的 ，Give me two， yeah yeah。OK。你看这个看到过好多次了，第一次买啊。这个是15000越南盾，4块5啊，这个也是4块5。这个叫紫皮，然后这是花生芝麻紫皮，第一次尝一尝。啊，丹菇，这背面就是香香脆脆的大饼，好吃，甜甜的，微甜的。这个紫皮的话，就是有一种那个糖浆的黏黏的感觉，但是黏的不多，3个都香脆的。它是用糖做的啊，有一点那个糖浆的感觉，这个放在包里特别合适。饿了就补充能量，本来都收起来了，但是这个有点好吃，我再来一口，嘴馋，像小孩子一样。这条街就是雕像一条街，在山脚下的这一个村落叫石雕村，据说已有400多年的大理石雕刻传统了。一路上能看到既有佛教的雕像，也有基督教的雕像。沿着这条路走，大概12公里左右就到美西沙滩了。打了辆 Grab， 小哥来了，新早。中国博主啊，来越南就是拍摄的视频，就是这种按摩店啊，这种洗头按摩帝王洗头啊。刚才好像拍美西沙滩很漂亮啊，一条蜿蜒的非常绵长的海滩，它的对面可以说是中国的海南岛。这个海边浴场啊，就是男女共享的。带着一家老少的，然后来这里泡个澡，然后回去再吃一顿海鲜餐。美美的一天，哇！这个角度看，真漂亮。
看，哇，这水很凉快，不冷不热。来岘港第5还是第6天了，这是第一次体验被称为是全球最美6大海滩之一。生活在海边也是很幸福的，特别是这种干净的海边，你可以带着小孩来这里，或者在这里就铺一个毯子在这里休闲吃零食。这洋人小朋友跟越南小朋友玩到一块了，这层层白浪啊！白天的话，这里有很多比基尼美女的，海警吹哨了，他那里插了旗子啊，就不要超过那个警戒点。哇，太舒服了吧！我还没体验过这种人生乐趣啊，就是傍晚的时候在海里面泡澡。沙滩边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音乐吧、酒吧、清吧、餐厅。这个海滩能看到各个国家的游客。晚上吃个排骨粉，5万越南盾，大概15块钱。4块排骨哦，不错不错。这边还有一些拌菜，对，这个粉不错的啊、而且那个汤挺鲜的。我本来没想要拍的，但是这个真的好吃啊！这个排骨的话就是那种有点蓬松，但是又比较入味。哇，太好吃了！这米线也好吃，汤也好喝，排骨也特别好吃。就随便在路边找了一家店，没有踩坑。这家店虽然装修比较一般，但是像是那种一个家庭从爷爷传到传到爸爸传到儿子的那个物美价廉，15块钱，太实在了，有4块大排骨啊！这个粉太少了，真的好吃。我看那个老板他自己也盛了一碗一模一样的。这个排骨有一股那种浓郁的骨头的香气，这个汤是带一点酸味的。这家店直接叫排骨粉啊，它担得起这一个排骨粉的。这是第一次我拍这个店铺的铺面的推荐啊。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下期影片，一名土生土长的岘港女孩将带我们游览岘港更多的地方，敬请期待。